Infuse 更新了804版本，我们先来看看官方对它的更新说明。有对 Jennyfin 的一个功能支持，可以跳过片头、预览和片尾。有对媒体库新增的缩影和扫描的选项，新增有限流媒体缓存选项。后面还有个说明2分钟。其中有限缓存这个亮点功能，就是对缓存模式多了一个选择。Infuse 目前提供了4种缓存方式，让用户能根据自己的设备和网络需求进行选择。那么这些缓存模式具体有什么区别？普通用户到底该怎么选？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功能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析。好，开始前呢，我们先来看一看 Infuse 8.0.4 的一个播放器。它这次又把详细设置改回到上面了。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803那样的，和 Apple TV Plus 里面那样统一在下面。不过这个也纯属是个人喜好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接下来我们看看缓存设置在哪里打开 Infuse 应用，这里以 tvOS 为例，进入设置页面，一直往下滑，找到缓存方式选项，点击以后我们会看到有4种可选模式。依次是自动、有限、仅用内存和不缓存。接下来我们详细说明一下这4种模式的原理和适用场景。当然有不恰当或者遗漏和错误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指正和补充。首先就是自动模式，该模式是 Infuse 官方推荐的默认选项，它可以智能的利用设备的硬盘和内存资源，尽可能多的预先缓存影片内容，通过内存短时间内快速加载，再通过硬盘缓存大部分的影片内容。如果网络没问题的话呢，它会一直缓存完整部影片。优点是可以最大化的利用存储空间，减少网络波动对播放的影响。可以注意到播放前后 Infuse 的 App 在应用系统空间的一个变化。自动缓存使得我们看大型 MP 库的时候尤其是对一些高清高码率的文件流畅的播放，它是非常有必要的。打个比方，我这里开始几分钟就已经缓存完了大部分，它还在接着缓存。当然这样的话呢，它会对 MB 服务器端有着较高的配置要求。所以有些 MB 服务商会想要限制用户的缓存行为，这也就是现在新增了这个有限模式的一个选择。根据官方的一个更新说明，有限模式设置了缓存的一个上限，它仅只缓存2分钟的影片内容。它其实是对那些服务器配置不高的流媒体服务商的一种保护性选项，因为有可能用户只看了几分钟的内容就没有再继续看，而多出了这2分钟缓存，对服务器的压力会减少很多，不会像自动模式那样要缓存完整部影片。可以看到我这里它开始缓存，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停止了，有限的一个缓存时间2分钟。但问题就来了，只有2分钟，对那些网速并不好又想看那些大码率高清影片的用户来说呢，暂停播放想多缓存一下，保证流畅播放接下来的部分呢，几乎不会起到什么作用。而即使你网速也可以，想秒拖进度也不方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仅用内存模式。此模式完全依赖设备内存进行缓存，播放结束以后或设备重启时，所有缓存会被清空。优点是不占用硬盘的空间，缺点是对内存依赖较高。如果是低内存的设备，可能会导致高码率影片的卡顿。好，最后来看看不缓存模式，既不进行任何的预缓存，所有的数据都是通过实时网络边下边播。优点是完全不占用空间，不过非常依赖自身的网络环境，任何的网络波动都有可能导致播放中断，拖拉进度的时候需要重新加载，而且时间较长。它其实比较适合内网 NAS， 你自己至少是1000兆的网络环境，用这种不缓存模式其实就 OK 了。在线流媒体其实并不合适。那么综上所述我个人选择和推荐的方案也是 Infuse 官方默认模式，就是直接选择自动，可以对用户播放起到最大的优化。当然它对在线流媒体服务商的服务器是有一定要求的。另外你如果是专门看家里的 NAS，
这样的内网资源完全可以选择不缓存。Infuse 8.0.4的缓存功能升级有多样性的选择，让我们可以更自由地调整播放体验。如果你还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呢，建议赶快试试看。如果你还有其他疑问或者是使用心得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是小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